所以34岁高龄的哈勃上坏掉的陀螺仪到底是什么类型呢？正确答案是激光环形陀螺仪 Ring Laser Gyroscope RLG。你猜对了吗？它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干涉原理来测量角速度的高精度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导航和姿态控制系统当中。其主要的结构包括一个封闭的光学路径，通常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的光纤环或气体激光枪。在其中激光束可以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传播。下面是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各位听好了，又是一次用知识冲刷大脑的好机会了。第一步，产生激光。激光器产生的激光束被分为两束，并分别沿着光学环路的相反方向去传播。第二步，光学环路。激光束在光学环路中多次反射使得光程变长。光学环路通常使用高反射率的镜子来实现反射。第三步，干涉效应。当环路静止时，沿着两个方向传播的激光束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环路。如果环路发生旋转，由于塞格纳克效应，两个激光束在完成环路时会有时间差，从而导致了相位差。这里咱们就提到了一个可能各位听起来相当陌生的名词——塞格纳克效应。实际上，塞格纳克效应正是激光环形陀螺仪的工作基础了。塞格纳克效应是一种光学现象，它描述了在旋转参考系统当中，沿相反方向传播的光波之间会出现相位差。这种效应由法国物理学家乔治·塞格纳克在1913年发现，然后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当然，塞格纳克不仅描述了这种相位差，还写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让我们能够通过相位差精确地计算出角速度，从而知道这个旋转的参考系到底旋转了多少。公式如下Delta phi 是相位差，欧米伽是角速度， A 是环路的面积， P 是光程的长度， Lambda 是激光的波长， C 是光速。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很简单啊？有了激光环形陀螺仪咱们哈勃就知道自己对准的精确的方向了。不过现在它就有点难了，因为我们可是生活在三维空间当中哈勃实际上是需要3台陀螺仪同时工作，同时测量出 x、y、z 三个走向的角速度变化，才能够准确去指向的。而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陀螺仪在工作了，等于就是降维到了2次元，那还怎么玩啊？当然，遇到这种情况还得靠咱们工程师来救场了。早在2000年初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之后，NASA就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已经没法再执行更多的哈勃维修任务了。而陀螺仪这个东西，你就别指望它能够一辈子稳定工作。于是从3个减到2个，最后再从2个减到1个，是在所难免的，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认真的研究了双陀螺仪和单陀螺仪模式的工作原理，完成了一篇非常详尽的论文，详细到反正是我们肯定看不懂的程度，但结论是可以，尽管这有点难。好，大脑冲刷到这儿，你们觉得够了吗？不过瘾是不是？咱继续把陀螺仪都了解了解吧。机械陀螺仪可以说是最传统的陀螺仪它基于飞轮的惯性原理工作。当一个飞轮高速旋转时，它的旋转轴会保持固定，不容易被改变。这种陀螺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你的陀螺，依靠飞轮的稳定性来测量旋转。虽然精度和寿命不如现代陀螺仪，但是它们的原理简单曾经在很多应用中都大显身手不过显然你再把它怎么做小呢，也是不可能小到能够装到手机里面的。所以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就叫做微机电陀螺仪，它靠的是测量一种叫做科里奥利力的物理量来检测出物体的偏转运动的。那什么是科里奥利力呢？他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是沿着直线走的它变成走曲线了。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分别坐着2个实验人员，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按理来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嘛，但是就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小球像是变戏法似的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让他们怎么都接不到。而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当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地球本身也就是这么一个旋转的系统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北半球的风向右偏，南半球的风向左偏，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是逆时针，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同样的一条河，两岸的出发情况却并不一致等等。那它在微机电陀螺仪里面是这样应用的。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施加在陀螺仪内部的一个质量块上，让它做水平的来回震荡。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木板上面的2名实验员呢，抛起球来一样。接着陀螺仪发生了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就让原本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圆柱
偏转的前一样的道理啊。而陀螺仪内部敏感的电容可以识别出质量块发生垂直位移之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通过对这个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呢，就能够得出陀螺仪的旋转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走向的，如果我们把3个放在一起设计，分别对于上下左右和翻滚，就能够产生出360度无死角的陀螺仪了。那这样的陀螺仪有多大呢？长宽高只有3×3×1，单位是毫米，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啊！怎么样，你都学会了吗？下面还想学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通常情况下，一辆时速200公里的 F1 从减速到停止只需要2秒多一点，开过65米远的距离；而一辆普通的高性能轿车呢，差一点需要4秒多才能停下来，刹车距离超过100米。那么一艘速度只有20节，也就是时速差不多才37公里的集装箱船刹下车不对，是刹下船，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呢？10分钟。在停下来之前会开过2公里。对了，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了，船它靠什么来刹车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想要知道船靠什么刹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刹车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拿汽车的刹车来说吧，它的工作原理呢是让旋转的车轮跟某个固定的物体，通常是刹车碟片之间产生摩擦来阻止两者的相对运动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刹车碟片想要轮子陪自己一起进一进，两个一起进了，汽车也只好进了。那船呢，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刹车吗？好像不太可能你想轮子进了，汽车之所以能够进，是因为它不可能靠静止的轮胎在地面上滑行着前进嘛，摩擦力太大。而船呢，它没有轮子，本来就是在水面上滑行的，而且一开始为了减少水面对它造成的阻力，还专门把自己设计成了一个能够剪开水面的造型。于是即使把它身上最接近汽车轮胎作用的螺旋桨给刹住，它照样也还是能够在惯性的作用下把自己划出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这可怎么办呢？我相信聪明如你们呢，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那就是把螺旋桨反过来转。的确船就是这么干的。那接下来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吧？我相信就像机车有倒档一样，只需要把船挂上倒档不就好了吗？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你看人家船上是怎么挂档的，就知道这中间的区别了。后退档跟前进档一样的多。那我们就来讲讲通常情况下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螺旋桨的反转。第一种就是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桨，在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呢，它可以通过改变桨叶的角度来向不同的方向产生推力，甚至这些推力的大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调整的，非常的灵活方便。第二种呢，就是用齿轮箱了，这个跟汽车上面的齿轮箱还是非常像的。首先是可以变速，其次呢是可以反转，听起来和用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简单。第3种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了，那就是通过让发动机反过来转，使螺旋桨反过来的。你再细细品一品就能体会到这中间有多不正常了。这就相当于你要倒车入库，还得要先熄个火，然后再重新点火，还得要想个办法保证它点火之后是反着转起来的。好吧，倒呗。一次还没有对准，再熄个火，点个火，往前开一点，再熄火，点火，倒进去。这车要真这样，还怎么开我不是在怀疑船长的驾驶技术只是纳闷这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要费力跑发动机里面求关注呢？原来前面2个方案都是有弊端的。可变螺距的螺旋桨由于构造复杂，所以操纵系统也跟着复杂了起来，不仅造价较高，而且维护保养也很困难。再加上更厚的根部更容易发生空泡腐蚀，更粗的骨径意味着更低的效率，所以它的应用一般都被限制在了必须要强调灵活性的船上。像那些大型的远洋邮轮就别想了那装个齿轮箱总是成的吧？事实上呢，齿轮箱一般也不装在大船上，因为大型船只所使用的发动机本来转速就很慢了，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一道齿轮调速，直接接上螺旋桨就能干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大船刹车要直接动发动机了，这是权衡之后的最优解而且说句实话，轮船在占了地球表面积70%之多的海洋上开，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让它踩一脚急刹车呢？而且它也在想尽了办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雷达、超级响亮的汽笛、穿透力极强的照明等等，都可以提醒自己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但我们就假设一下极端情况万一前方突然闯出一只哥斯拉，要怎么刹？不要紧张，我们按部就班的来。
实际上，每一艘船在交付之前呢，都是要做碰撞试验的。完整的名称叫做碰撞停止试验，就是在把它开到全速前进之后，再猛踩一脚刹车，看看它到底要用多久，要用多远停下来。这个叫做船舶的航迹长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船长估计当面对紧急情况时，自己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和距离。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了，大体上呢分为3个步骤。由于它跟轮船的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有关的，所以我们还要先花点时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于常见于汽车里面的4冲程汽油发动机，大型船只的发动机呢，基本上都是2冲程的柴油发动机。理由很简单啊，力大可靠，不挑油。至于污染嘛，暂时还没有接到海洋动物的投诉。4冲程内燃机的每一个冲程是如何工作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吧。活塞第一次向下的行程是吸气，此时呢进气门打开，雾化的汽油混合着空气一起进到气缸。第二个行程是活塞向上运动压缩气体，此时进气门关闭，混合气体在压缩下温度上升，触发火花塞点火。如果是柴油机的话，就是直接靠压缩后升温点燃的，不用火花塞，这点呢是有点区别的。第3个行程就是活塞在混合气体爆炸后产生的高压驱动下，再次转头向下走。第4个行程啊，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活塞向上回到最初的位置。此时排气门就需要打开了，废气于是被排了出去。这样周而复始下去呢，发动机就能不断的把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了。那2冲程的船用柴油机跟这个有何区别呢？就是只要活塞上下往复运动一次，就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具体是这么做的，活塞先是在柴油混合空气燃烧爆炸后的压力推动下往下运动，当扫过气缸底部的进气口之后呢，经过涡轮加压的新鲜空气随之从底部吹了进来。与此同时，气缸顶部的排气门打开，废气被吹出后再迅速关闭。接着在飞轮提供的惯性下，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空气，当快要到达顶部，气压和温度都足够大时，触发喷油压燃混合气体，推动活塞下行，开启下一个工作循环。所以你看，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正好是相对的。如果想要改变飞轮的旋转方向，就需要在这2个时机的安排上做点文章。而这2个时机的触发都是由凸轮机构完成的。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可以调整的凸轮机构就是关键。好了，回到刹车的3部曲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1步是切断发动机的燃油供应，虽然没有了新的爆炸做功了，但惯性依然会让活塞继续运动下去的。于是第2步就是要抑制这样的惯性运动了，靠的是将压缩气体从上部注入到气缸，跟活塞反着干。这个气体很有意思啊，既叫做刹车气体，又叫做启动气体，完全取决于它正在干的这个活是什么性质的。第3步，在刹车气体的帮助下，活塞慢了下来，并最终停住。然后呢，只需要将负责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的凸轮切换到与之前相反的位置，也就是倒车的位置，并恢复供油，飞轮就可以换个方向旋转起来了。当然，反着转的螺旋桨也就能够让轮船尽快停下来了。好了，相比起来呢，还是捏一下就会停的手刹比较适合我啊。今天的视频可能稍微有点复杂，要是你没有看懂的话，就多刷几遍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永远年轻，永远好奇。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啊，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解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哦。好了，我们来看看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
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啊。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设计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设计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啊，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啊，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设计精度简直参差不齐啊。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啊，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啊，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啊。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啊，舰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偿才行。我们来试试啊。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啊，那再重新调整一下。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链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
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时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艾利森联合研制的578-DX。
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舱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级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级，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揭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也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弄成一艘航母啊，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沉睡在墨西哥湾海下64米处的美国海军奥里斯卡尼号航母来说，它先是在1953年刚刚服役不满3年的时候，就被从一架迫降中的 FCU 海盗船上掉落的通用炸弹给炸开了甲板。虽然3人不幸遇难，不过他连皮都没怎么伤到。接着只过了短短12年，一名海员一不小心点燃了一枚存放在1号机库附近的美制降落伞信号弹，慌乱之中他居然没有把它扔到海里面，而是扔进了存满照明弹的武器库当中。结果嘛，所有的照明弹都被点燃了，造成了自2战之后最为严重的航母火灾。虽然44人不幸遇难，但航母本身嘛，也就是伤筋动骨了一下。100来天以后呢，修复完成，它又满血复活，继续服役了10年。直到2004年海军决定把它变成美国的第一个人工军舰礁石。于是在专业的爆破小组将230公斤的 C4 炸药仔细的安装到22处关键位置并引爆后呢，它终于沉了下去。整个过程用时37分钟，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木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弹射器，就不会有现代航母。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但其实蒸汽弹射还是大多数航母上的主角。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早发明，或者应该这样说才够准确最早间接发明了蒸汽弹射器的是一个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航母的国家——德国。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当中呢？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用来发射他们的 V1 导弹啦。2战期间，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呢，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一种使用带开槽的气缸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全程开槽的。好，回到 V1 导弹的弹射器上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为什么呢？
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和高锰酸钾的混合。是的啊，它靠的是化学反应。在要发射导弹时，两种化学物质被抽到连接着活塞气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蒸汽。这些热蒸气随后就会对活塞的底部施加很大的压力，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阈值，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车，使台车沿着斜坡滑轨高速滑行，在到达尾端时才会释放 V 的弹体，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 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不光导弹好，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啊！二战结束，美军将虏获的 V 带回了国内，仔仔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发现它的设计正是解决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航母液压弹射器的完美替代方案嘛。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哎呀，失策啊，失策！但是他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生成蒸汽法呢不够安全，他们自作聪明整起了火药爆炸法。理由嘛很简单，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啊，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从重量到占用空间，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都能大大的减小嘛。可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第一，如果只是弹导弹，还好，因为轨道不长，哪怕开了槽也还能够 hold 得住火药爆炸时带来的剧烈膨胀嘛。但你弹的是飞机啊，滑槽就要够长，可一旦长了，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啊。总之，他们就是搞不定嘛。第二个也搞不定的是啊，活塞呢是有一部分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那怎么做到让密封在其通过时打开，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哎呀，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啊！倒是人家英国人虽然也是偷师了德国的技术，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蒸汽的技能树之后呢，一路走通了，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点开了一根全新的科技树的分支啊，电磁弹射。它有多好，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啊，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我只是特别佩服啊，居然有人用了6万块积木将我们的福建舰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真的是太神了，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也值得大家在今天为祖国的国防强大感到由衷的骄傲啊。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怎么做到又开槽还密封的呢？昨天我发了一个关于航母弹射器发展历史的视频啊，很多留言都指向了如上所述的同样一个疑问，正好它也是我的疑问，所以我当然是要帮大家弄明白的啦。看好了，现在它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更晕了？所以这哪是我的风格嘛？我呢自然是要用 3D 打印了出来，然后把模型拿在手上给你解释清楚了。当当，这个才是真的来了啊！这个呢是弹射器的气缸，当然受限于我的 3D 打印机的尺寸啊，我只能从中间截这么一小节给你演示。你看啊，从头到尾这上面都是开了一道槽的，实际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这样的嘛。之所以要开槽，是需要让在里面运动的活塞能够连着外面的滑块，这样才能够将活塞的运动传递给舰载机嘛。好，这个呢是弹射器活塞模块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地方其实呢应该是冲着前面的啊，但是我先反过来让它对着后面好演示一下。你看，活塞进入气缸以后，理论上就会被后面的高压蒸汽推着往前快速跑嘛。但是由于上面有道槽，这个活塞后面的蒸汽一看，哟，不是还有一个更轻松的出口可以挤出去吗？那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推着前面的活塞跑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活塞根本就是动不了的嘛。那怎么办？只能给它加个盖子，把上面的缝给盖起来密封呗。但是又不能直接贴着这根槽来装盖子，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伸出气缸去连接飞机挂钩的模块能够真的伸得出去才行嘛。于是啊，气缸盖就长成这个样子了。现在我把整个模型组装一下啊。你看，弹射器的活塞呢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结构我尽量做了简化，但是主要功能都在啊。这个地方前面呢应该还有一个尖锥状的头部的，就像我在模型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的这样。至于它是干什么的，就留给朋友们帮我来补充了啊。好，咱们把这个东西呢插到气缸里面去。你看有2个头子会从气缸缝里面呢伸出来，
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飞机挂钩连接组件了。哎，对了，其实蒸汽弹射器为了更有劲，是2个气缸这么并列着放置的，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跟它像是镜像了一样的东西伸出来，共同组成一个倒梯状的结构的梯子的那一横，然后梯子的一竖呢伸出去挂飞机了。另一个伸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活塞尾部的密封装置啦，它的形状基本上就是气缸盖子的截面的形状了。接着咱们把气缸盖给装上。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再从屁股后面来看看啊，基本上整个活塞的后面呢就是密封不漏气的了，因为活塞屁股的截面呢已经差不多把整个气缸带气缸盖组成的截面都给覆盖完了。哎，除了这边啊还是有道缝嘛。哎，现在你不往上漏气了，但是要让蒸汽拐个弯向下漏吗？当然是不行的啦。接下来就是这个不起眼，但是却非常关键的部件——密封条大显身手的时候啦。你看，往这条缝里面一插，就完全挡住了吧？而且蒸汽的压力呢，还会把它天然的给压紧，就更不会漏气了，只会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到活塞上去的。哎，那么这根密封条是怎么跟这个橙色的需要伸出整个气缸去的，似乎有你没他，一山不容二虎的东西和谐相处的呢？咱们打开气缸盖来看看啊。你看，原来是这样的，它的顶上啊是专门为密封条的穿过留出了空间的，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斜坡，就是为了更顺滑的将密封条给顶起来，然后当橙色的滑块通过密封条，又会被活塞尾部的这样一个结构给压下去，再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让气缸再度回到密封状态。哎，咱们把这几个零件稍微固定一下，塞入密封条来看看啊。你看，这是从后面看的状态，完全密封。然后你看，这是前面的状态，密封条被顶起来了，从而允许了一个伸在气缸外面的结构的顺利通过。哎，是不是非常聪明啊？它呢，就是英国工程师科林·米切尔的发明了。可以说啊，航母因为有了它，才能变得如此强大。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没有弹射器，就不会有现代航母。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但其实蒸汽弹射啊，还是大多数航母上的主角。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早发明，或者应该这样说才够准确啊，最早间接发明了蒸汽弹射器的是一个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航母的国家——德国。哎，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当中呢？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用来发射他们的 V1 导弹啦。二战期间，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呢，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一种使用带开槽的气缸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哎，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啊，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全程开槽的。好，回到 V1 导弹的弹射器上面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为什么呢？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和高锰酸钾的混合。是的啊，它靠的是化学反应。在要发射导弹时，两种化学物质被抽到连接着活塞气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蒸汽。这些热蒸汽随后就会对活塞的底部施加很大的压力，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阈值，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车，使台车沿着斜坡滑轨高速滑行，在到达尾端时才会释放 V1 的弹体，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1 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不光导弹好，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啊！二战结束，美军将虏获的 V1 带回了国内，仔仔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发现它的设计正是解决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航母液压弹射器的完美替代方案嘛！哎，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哎呀，失策啊，失策！但是他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生成蒸汽法呢不够安全，他们自作聪明整起了火药爆炸法。理由嘛，很简单，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啊，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从重量到占用空间，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都能大大的减小嘛。
可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啊。第一，如果只是弹导弹，还好，因为轨道不长，哪怕开了槽也还能够 hold 得住火药爆炸时带来的剧烈膨胀嘛。但你弹的是飞机啊，滑槽就要够长，可一旦长了，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啊。总之，他们就是搞不定嘛。第二个也搞不定的是啊，活塞呢是有一部分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那怎么做到让密封在其通过时打开，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哎呀，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啊！倒是人家英国人虽然也是偷师了德国的技术，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蒸汽的技能树之后呢，一路走通了，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点开了一根全新的科技树的分支啊，电磁弹射。它有多好，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啊，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我只是特别佩服啊，居然有人用了6万块积木将我们的福建舰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真的是太神了，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也值得大家在今天为祖国的国防强大感到由衷的骄傲啊。1951年6月23日，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 F9F 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但突然吹过的妖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战斗机被切成了2截，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这样的架势，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但幸运的是啊，由于处置及时呢，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比如1976年的《中途岛》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当然，在后者当中呢，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 F14熊猫。如今舰载机在着舰时呢会推力全开，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顶多是没有挂上拦阻索后再次从斜角甲板上复飞了而已，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大降。不过在早期啊，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首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没有复飞的机会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4条甚至是3条拦阻索而言，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阻索。但这就够了吗？显然不够啊！万一要是尾钩脱了呢？你再多的拦阻索又有何用呢？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于是，在12条拦阻索后面呢，还绷了5条拦阻网，它长成这个样子。由上下2根钢缆组成，架设高度大约1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神嘛。飞机撞上去呢，非死即伤啊，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而且对那种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高约6米的主伞网了。它由上下2条水平的横索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不过相比起将全部制动应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阻网而言，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反而分散了应力，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并无钢缆，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哪怕是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有了斜角甲板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主伞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只用3分钟就能够架设好，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要问哪艘航母最委屈，金刚狼和黑雕一定会站出来，一边抹眼泪，一边呜咽着说：“哎呀，为什么别的航母都能够在大海里面自由的航行，就咱俩只能在一座湖上面开开呢？”但要问谁是最没有资格却被破格录取成为了航母呢？还是他俩。因为当别的航母都在烧柴油用螺旋桨的时候，只有他俩还在烧着煤划着桨呢。怎么回事？
原来他俩的前身都是运营在美国五大湖区的明轮邮轮，最大的特征就是位于船身两侧中部用蒸汽驱动的外露的大桨轮了，非常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没有被海军接管和改装之前呢，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尊贵的乘客从芝加哥带到其他各个港口。之所以用明轮，也是出于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与舒适度。然而，随着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彻底变了。美国海军需要在太平洋上部署更多的航母，当然也就需要更多能够在航母上起飞和降落的舰载机飞行员了。找到合适的工具训练他们至关重要，而这2艘豪华邮轮就非常合适啊。船身不大不小，改装铺上甲板之后，长度正好是当时大量服役的轻型航母的2/3左右，对于让飞行员掌握在较短的距离上起降的技术大有益处。于是他俩就成了特殊的内湖航母。到了1943年，大约每天都有100名飞行员在这里接受训练。整个服役期间呢，他俩加起来一共迎接了116000次的飞机起降，训练出了17800名飞行员，可以说是绝对的幕后英雄了。